老实说，我的英文并没有很好。为了技术移民 PT 还考了10次。10多年前降落黄金海岸机场的时候，海关跟我聊天，我一脸茫然的看着他。澳洲口音到底有多难？他们到底缩短了多少东西？我特地找了一段新闻影片给大家来看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澳洲口音。请看 VCR。 Walked outside and I said, "Oh, what are you doing, mate? Like, you can't be leaving the scene." And he goes, "Don't be a hero, mate." And I said, "I'm not trying to be a hero, but the police are coming." 你是咧小，刚才那一段新闻你听得懂吗？各位观众，今天我们就要来解开一个大哉问：英文不好，究竟能不能在澳洲存活下去呢？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澳洲很闲的雅翰，感谢你今天点开我的频道。我在澳洲也算生活10几年了，有时候常常让我很怀疑澳洲人到底在讲什么。是的，对于这个我住了10多年的人，我现在都还是对澳洲的英语十分的不飒飒，很茫然。在澳洲生活，英文不好，是否能够生活下去呢？答案是能，但是呢，有几个等级的差别。Level 1基本生存模式，比手画脚加上简单的英文单字。Sorry, this, how much? Oh, this is $5, 2 for $5. 看到没？基本生存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呢，澳洲有很多华人社区，这种情况如果在华人社区的话，就更简单了。请问这包多少钱？这2包5块啦。第二种会英语，但是进入了社交困难模式。为什么呢？因为澳洲人超爱 small talk 的。什么是 small talk？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Hey, good mate, how are you doing?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Are you right? You like a robot? 第3个问题呢，就是工作门槛的限制。如果你想要当医师，然后是当律师这种专业的工作的话，那么就早点洗洗睡吧。年轻人梦立什么？说了这么多，那澳洲人这个时候会帮你吗？答案是会的。在我遇到的澳洲人里面呢，大部分都还蛮有耐心的。可能因为澳洲有很多个国家的移民，所以来自不同的口音，来自不同的情况，他们大部分都还蛮有耐心听你在讲什么的这样。不过这个时候就有个 bug 在了，什么 bug 呢？就是有时候连我自己也听不懂澳洲人在讲什么。澳洲人讲英文啊，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你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习惯用缩写。像我之前在语言学校的时候啊，在开头的前几堂课，老师啊就直接发一张 A4 纸给我们，然后跟我们讲说这些是澳洲人常用的缩写，让我们把它记起来，才能在澳洲生存下去。接下来我要来跟大家玩玩猜猜看。第一个，大家猜猜 Macca's 是什么？没错，就是麦当劳，你猜对了吗？第二个，八头，猜猜看是什么？猜对了吗？没错，就是卖酒的地方。下一题 Woolies， 猜出来是什么了吗？没错，就是我们常去的那个绿色的沃沃斯超市。下一个提示，接下来2题呢都是知名的汽车品牌。第一个 Sabi， 猜出来了吗？不是 Wasabi 哦，是 Subaru。Subaru 跟 Sabi 是有什么关系呀？OK， 那在下一题，猜猜看 Suzy 是什么？猜出来了吗？是 Suzuki。啥鬼啊？到底是？澳洲人是不是很喜欢 I 或是 Y 结尾的那个音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刚才我提到的语言学校老师送我的 A4 纸。OK， 接下来呢，我要挑战用最快的速度，然后念完这张 A4 纸上面的所有澳洲单字短语，看我们要花多少时间。Let's go！ 让我看一下小抄，因为有点多。Barbie, barbecue, Arvo, afternoon, footy, football, sunny, sunglasses, radio, registration, servo, servo station, brekkie, breakfast, kappa, cup of tea, sanga, sandwich, cardi, cardinga, lippy, lipstick, release, relatives, oldie, old people 或是 parents, poly, politician, uni, university, uni 不是 Uniqlo 吗？Crazy, Christmas, fiery,
Fireman, Aussie, Australian, Andy, Underwear, BB, Beverage, Vicky, Biscuits, Vicky, Bike Off Rider, Siggy, Cigarettes, Isky, Cooler, Hubby, Husband, Mosey, Mosquito, Prissy, Present, Stubby, Short Beer Bottle, Surfy, Surfboard Rider, Tinny, Can of Beer, Amble, Embarrassment, Demo, Demonstration, Lingo, Language, Weirdo, Stranger, Crazy Person 好累哦那么不用担心，我会把这一篇的 A4 纸，然后直接放在我们的留言里面。如果有兴趣的人啊，可以去下载过来看看，认识更多的澳洲单字。总之呢，你有时候听不懂，并不是你的英文烂，而是他们已经缩写到变成澳大利亚星球语了，甚至夸张到啊，有一些一样的东西，在不同州还会有不同的缩写。例如以 clam 就是蛤蟆来说，在新州、昆州还有北领地，他们叫 pipi；在南澳还有塔斯马尼亚，然后还有隔壁的西澳，他们叫做 Coco， 然后在维多利亚有时候叫 Pipi， 有时候也叫 Coco， 所以呢，有时候可以用 Pipi 还是 Coco 来判断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那为什么会造就这种情况呢？这要从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来讲了。从前呢，第一批澳洲人来到澳洲的时候呢，发现这里的苍蝇怎么这么多？我好像一不小心讲话的时候，苍蝇就会进到嘴巴里面。于是呢，他们为了避免吃到苍蝇，就开始用嘴巴闭着嘴巴讲话，单词越说越短，只要对方能够听得懂就好的那个情况。于是呢，就变成了那么多奇怪的单字了。但就我自己个人觉得啊，如果你今天只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些奇妙的短单字，或者是一些浓厚的澳式口音，其实比较容易在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在一些比较乡村的身上看到。如果你去乡村的话，就有很高几率遇到这种奇妙的正宗的澳式英文哦。所以你看，英文不好在澳洲能够生活下去吗？答案是能。但是呢，决定了你的工作、你的薪水以及你的生活地方。例如呢，在布里斯本呢是 Sunnybank， 在雪梨呢则是 Chinatown， 然后还有 Burwood。那在墨尔本则是 Box Hill。这些地方呢都是很多华人的聚集地，所以呢不用英文也没有问题。买东西、吃东西、点餐绝对饿不死你。但是工作的薪资呢，10多年前我们来的时候是说8九不离10，现在呢应该有涨一些了吧。最终我想说的是，语言能力决定你在澳洲的世界有多宽广。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不用英文就在澳洲过得很好，但语言就像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带你飞向通向更远更辽阔的地方。好啦，今天这集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知道更多特殊的澳洲短语的话，欢迎留言在下面跟我们大家分享。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的话，欢迎按赞、订阅还有留言，我会很感谢你的，让大数据知道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拜托拜托拜托。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拜拜。Welcome to Australia.